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来介绍 Jerry FB 热融合夜视镜。首先呢，内容是一个这个布包哦，打开以后有本体，这个是蓝牙的遥控器，还有电池盒。电池是使用这个18650的电池，2颗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本体的外观部分。首先是目镜，目镜的部分是有做绿色的镀膜，然后可以调整屈光度。接着是开关，开关的部分有3个钮。最左边的这个是热融合的开关，中间的调节钮是可以调整这个夜视移光管的电值，可以调整它的增益，然后并且还有菜单选取的部分。最右边的部分则是这个夜视镜光管的开关，然后接口的部分，这个夜视镜它本身没有包含电池的模组，所以说必须用导线连接到电池盒才能做使用。接着是燕尾槽的部分，这个是跟头盔做连接的，它是很标准的一个接口，可以跟我手上这个 L4G24 独角仙这个很轻松的做连接。这样，然后它这边很贴心的有设计2个橡皮的凸起。2个橡皮的凸起，这部分可以减少连接的时候的摇晃，非常贴心的一个设计。接着我们看前面，前面它在我们这个右眼的部分，它有加上这个热融合的箭头，热融合箭头，它这个前箭头部分可以调整焦距，这个旋转可以调整焦距，但是它并没有这个镀膜，前镜头没有镀膜。像一般的 PVS 14的话，它的镜头是有做这个蓝色镀膜。没有镀膜的镜头可能会影响在白灵管下的表现。但是实际使用上，它这组的镜头透光率还有成像是还不错的。紧接着是大家所关心的重量问题，因为重量影响着我们佩戴的时候的舒适程度。如果太重的话，我们长久行走下来会造成颈椎的不适。首先，这个 JFB 给我带来直观的感受是它整个重量很轻盈，非常的轻便。另外这边左手边这边是我们常看到的配置，就是说一个类似这种1431，就是不管是 DT-NBS 或是1431还是 PVS-31，然后再外挂一个这个热融合，通常是做这样的组合。这样的组合其实是非常的方便，因为你可以随时把这个热融合拆下来，组装到不管是这个14，或甚至是后面的这个 GP-NVG 上面，非常灵活应用。但是带来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，就是说重量稍微比较重一点点。我们来看一下实际重量如何。我们打开这个称重，单位是公克。像这个1431加这个 Jerry C5，它整体的重量是来到788克，788克。当然，这个电池 Jerry 的这个 C5 的电池是可以换成比较短的，但是这样持久性就不像我这么长的这么好。通常会配置这个长的电池仓，增强它所谓的这个持久性。这个重量是788克。紧接着我们来看
这个 Jerry FB， 这个它分成2个部分啊，首先是前面的本体啊，然后还有后面的电池仓啊。本体的部分只有569克，569克啊。如果加上电池仓的时候为750克，750克，看起来仅比刚才的这个1431加 Jerry C5 少了30克，但是通常我们在佩戴头盔的时候，前面如果有挂夜视镜，后面通常会做一个配重，所以说这个下去的组合会让我们的头盔其实戴起来更平衡，然后在前面的重量不会说那么重，导致于头盔一直往前倾倒。接下来我们来比较2者的画面，实际画面。从实际画面可以看到，这2者的不管是 JFB 或是 Jerry C5 使用的效果是相当，而 Jerry FB 可以调整更多的这个细节，可以让画面看起来稍微比较整齐简洁一些。接下来我们看 Jerry FB 的设定还有画面吧。首先它可以调整边框，目前是边框模式，还有全热模式，以及亮度的调整。如果全热模式下，亮度调整至最高，就几乎像是热响。但是，一般使用的话不需要全亮，因为太亮的话会影响视野。这是边框模式下调整不同的亮度，然后细节的部分也可以调整，增加细节和减少细节。开启菜单模式以后，可以做部分的调整，可以调整为呼吸模式，以及改变热响颜色。呼吸模式还是非常实用。